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郑丽文在访问中国之后呢，他带出了一个新的叙事，这个新的叙事就是战争与和平。他到了访美的时候，他更是高举了说，如果今天国民党能够在2028拿下了政权，两岸才能够走向和平。那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2028是一个台湾走向战争跟和平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台湾我不能坚持反对台独，我不能坚持所谓的所谓92共识，两岸势必会走向兵凶战危。但问题来了，现在郑丽文讲的说，真的我只要反对台独，我真的只要坚持92共识，台湾就可以有和平吗？那如果这个和平真的是台湾人要的和平，还是说那是一个包着和平的糖衣，实则是一个并吞的毒药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了台大名誉教授明居正明老师来帮我们解读台湾的下一步到底该怎么的走下去。明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明老师是我们要今天郑丽文跑到去，不断的强调战争与和平，好像说今天国民党只要没有办法执政的话，台湾就会走向了一个战争。可是如果你了解国共的那个内战的话，国共的历史来讲，这个非常像是共产党的一个叙事，因为他弱的时候，他就讲和平，对，他要强的时候，他就把你并吞。因为这样很清楚是，现在在中美之间，中国很清楚，因为我们看到伊朗，我们看到了委内瑞拉，很清楚在军力上面，中国是居于弱势的。他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妙，他就高举了和平。他不但是对要求郑丽文这样讲，他现在对美国也是讲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共处。那我觉得非常清楚是郑丽文其实完全的配合习近平的中美之间的叙事。应该这样说，就是我看见他们共同的地方，那他是主观配合呢，还是客观上他也这样想，这个我还不知道哈，所以我们再看一看。但是我对有一句话我都想澄清一下，就是说2028是战争跟和平的选择，这我想到未必吧，因为我们过去不讲说2027吗？对，2027不是什么戴维森窗口吗？说什么？我就想，我说如果我是习近平的话，大家都说2027打台湾，我绝对不会等到2027，那你就准备好了，我一定是2026或2025就动手打。先发制人。对啊，我怎么等到2027，你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才来动手呢？所以这个当然比较像是一个竞选语言了，也不能说不对啊，它比较像是竞选语言。那你说真的，我们不讲92共识，然后我们不讲台独，就和平了。那过去没有讲台独的时候，他也没放过我们呢，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还不是这样的。不过我得这个题目是个大题目哈。我们今天算是因为这个国民党高层呢访问大陆和访问美国呢，访问大陆的消息当然现在比较完整了，访问美国现在还在路程当中，有些消息还没出来。然后美方到底谁会见他，会谈成什么样，我们都还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就是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新闻，做一个初步的一个评论。那将来等到新闻消息完整的时候呢，或许我们可以做个比较完整的这个讨论。不过他有一句话是有道理的，他说美中和解是关键。他讲说台海和平不能只看两岸，必须把美国纳入战略地图的，这话是对的。这就我一直在讲，我说台湾你不要以为说你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美国跟中共都拿你当棋子，是中共先拿台湾当棋子去玩美国，玩了大概20年之后，美国才看懂说啊，他拿台湾当棋子玩我，好，那我也拿台湾当棋子去玩回去。那台湾是很难受啦，但是被两大强国这样玩着，台湾反而空前难受，而空前安全。这是我一直讲的话。以前我在学校跟学生讲的时候呢，学生慢慢听懂了。然后我要做节目的时候，刚刚开头讲的时候，大家还不太觉得，现在大家比较觉得了，但是还是没有完全体会。为什么呢？中共飞机飞过来的时候，我们觉得难受；然后中共这个围台军演的时候，我们觉得难受；战备警巡我们觉得难受；发射飞弹什么我们觉得很难受。但是我们安全了，我们都过去了，对不对？对。所以空前难受呢，跟空前安全是一体的两面。可他不会越雷池一步吗？他不会跨过那个界限吗？因为他在算说，如果我跨界限的话，那是不是日本就要打我，美国就要打我？他会担心这件事情，那甚至就是说，我要越雷池的时候，底下人是不是都听我的？然后他们会不会叛变，会不会兵变，会不会正面，会不会搞我，或暗杀我？这我得想一下，因为当初邓小平就是这样从华国锋手把军权拿过来的，所以他是牢记共产党基于历史，他会做这件事情。好，那这个国民党高层接着讲说啊，希望看到是美中和解、美中合作。
想法都很好，但问题可不可行？我们等一下详细说。他说这是他此行带给美国最重要的讯息。那只要美中整个和解都能够有效管控冲突风险什么的，习近平也这样说了，对不对？也这样说了，这都没有关系。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大家看见同样的事情说同样的话未必不对，但我现在想仔细谈一下，这个好的愿望到底具体可行不可行？也就是说，它有没有可操作性？你说美中和解？美中和解。那我一直觉得说美中和解不容易不容易，因为现在当然大家比较常说是修习底德斯陷阱。习近平不是在这个川普的面前讲说，现在中美之间没有修习底德陷阱吗？他不是有一点就是伏低做小，愿意甘做，说我不跟你争霸了吗？对啊，你看都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中共是凡是我力量不够的时候，我跟你讲和平；我力量够的时候，我就一口把你就脸一抹，然后一口把你吞掉。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你说美国很了解，美国也了解。所以川普说，我都没有讲话，我一直听他讲，很不容易啊。对川普来说非常困难啦。通常他是有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他居然可以听习近平可以说听一个晚上，听他讲台湾讲什么不回嘴，然后上了飞机之后忍不住就开始大讲特讲，这个很正常。好，大家常说修习底德斯陷阱，你习近平说没有就没有了，你没有就没有了，这种就是一个国际政治的逻辑，这没办法的。但是我不觉得说，但话说啊，我们将来详细讨论的，因为这个是我在课堂上讲东西，修习底德斯陷阱，最后告诉大家说挑战者失败了，对，挑战者失败了。当然，习近平不是这意思啊，但是这第一个我不同意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中共常常讲说，现在中国要崛起，美国要遏制。这个话讲的不是今天讲的，这是差不多2004年前后，我们已经开始听到了。而且不断讲东升西降。东升西降之后来讲，最早怎么讲呢？中国崛起啊，对不起，最早讲是大国崛起。大国崛起，对不对？最早讲大国崛起。不但这样讲，还出了录影，对，还弄了录影带，哇，卖到全台湾，卖到全世界去，然后中英文各种语言都有，回顾了当年什么西班牙、葡萄牙的一路上崛起的过程，然后今天该到咱们了，对，就这意思。后来讲了重了之后呢，美国就说，什么叫大国崛起？然后说这个和平崛起。后来跑来台湾跟我们讲说，和平讲给美国人听的，崛起讲给咱们中国人听的，一直怕我们听不懂。我心想，我中文不比你差，我绝对听得懂。你背后什么意思，我比你更清楚，因为你是共产党，我很了解。所以中国意思就是说，我要崛起，你要遏制，这是什么？这是虚假的民族主义叙事，用虚假的民族主义来统战。但是台湾的确很多人就真的吃了这一套了，是不是这样？大国崛起，中华民国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机遇什么的，台湾很多人吞下去了。你现在看到台湾很多高层，尤其是我们的蓝白营的朋友们，很多高层讲话就是这样子，就不是完全吻合他。我不是说中国不可以崛起，我只是说中共不可以崛起，我们得分清楚。就像当年1930年大家都知道日本崛起，不是关东军崛起。关东军崛起之后，把日本带上败亡之路。如果当时关东军不那么嚣张的话，真的是日本崛起的话，可能还未必那么糟糕。所以这个东西是有差别的。所以我认为呢，现在美中为什么不容易和解呢？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在核心的价值观上是针锋相对的，也就是两个国家立国精神呢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共讲的是一党专政，讲的是这个三权共济；美国讲的是三权分立，讲的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是我们赞同的这个价值观。美国现在慢慢也认识到了，尤其川普在第一任期开头的时候可能没认识到。但第一任期他过了1-2年之后，他认识到说，我们美中之间关系呢，不是一个单纯这个什么贸易问题，或者说贸易逆差问题什么，不是这样了，是两个价值观的对抗，两个体系的对抗。所以当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呢，那故事就不太一样了。而且有人讲，它不只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对抗，也就是如果说美国真的失去霸权的话，因为它现在能够统治全世界，靠的是美军跟美金，那它的这个东西很多可以议价，是因为我美军是全世界的通用货币。如果不是我不是全球的霸权，我不敢展示全球。我的美金的地位就完全不一样。如果我美金的地位不一样的话，那我现在这么高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债务，30几兆的这个所谓的债务，我还能够维持吗？所以那个对美国来讲，那已经不是我跟你中国的争霸，
那也是一个美国自己的一个生存战争，也是个生死存亡问题啊。我们那时候美军是超发的，对，那一个全球超发的美金，你为什么相信它呢？那我们家里还藏一点点美金，为什么你相信？为什么你相信藏美金有用呢？因为你觉得说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跟军事力量足以支撑这个货币嘛？因为它是老大。这第一个，第二就是它是可以兑换的。那你会存人民币存成这样子吗？不会的。为什么？因为它不可兑换的，是不是这样？所以人民币说啊，我要变成世界货币，我要取代美元。我说你可以自由兑换的时候再来说这句话，这才是关键问题。那现在这个国民党高层讲的话呢，当然就第二个疑问就是说，你为什么会相信习近平？那他说，因为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然后我们有共同的血缘，然后共同文化跟民族根源，对，这些都对。但是我们的共同文化，大概到1949年之后就不一样了。哦，这不是很大的差别吗？因为你们走上共产主义了，我们拥抱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呢。虽然我们的步子比较慢，但我们慢慢拥抱了。你有中华文化吗？你真的有中华文化吗？我看见是中共党文化，我看见不是正统中华文化。所以苗老师说，两岸的文化是不一样的。当然是不一样的。不好意思，我们讲的白一点，你跟大陆人交朋友的时候，开头的磨合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在美国读书，我交过很多大陆学生的这朋友什么的，到什么时候我才相信他把我当真朋友呢？他半夜跟我喝酒，然后哭着跟我讲说他家在文革经过什么事情，那时候我相信他把我当朋友。好，他跟我哭完了，第二天呢，这个大陆学生、台湾学生一起再来，然后讲到台独，指着我鼻子痛骂。我说我们不是台独啊，骂了半死哈。我心想，你昨天晚上跟我哭成这样，你妈今天白天把我指着鼻子痛骂。傍晚他打电话来道歉，不好意思，白天有别的大陆同学，有人在旁边，有大陆同学在旁边，我必须表态。哦，你拿我去表态，就这样。所以你说这个，你说他那个人格扭曲到什么地步？对，你说那个文化跟我们一样吗？不一样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说，1949年以前我们获取相同的文化基础，1949后没有了。对，等到你将来非共化，把共产主义的余毒全部清干净之后，真的转型正义完毕了，那我可能相信我们有共同的文化。对，所以我们有共同祖先、共同的这些记忆什么的，那是曾经的。但今天真的是不一样了。我就要这样说，你说这样啊，就可以把两边的所谓主权冲突转化成国族内部的和解方案。你看见哪一个共产政权最后跟人家和解了？对，你看到哪一个？非常困难的。所以这样讲话，坦白说，第一呢，对共产党不了解；第二呢，不了解国共斗争史。你去看看南海岛礁的问题也好，看看香港问题也好，哪一次他们信守承诺过？你还能相信他吗？这不是非常奇怪吗？而且我觉得他们所有东西都是统战，所以一开始为什么我会觉得说郑丽文讲这个和平，讲这个战争和平，我会觉得非常有过去国共内战的即视感。是，比如说一开始在五四剿匪的时候，共产党是居于弱势，居于弱势的时候，我就会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对，然后就发展了所谓的西安事变，然后让这个所谓的全国一致的团结，一致的对外。等到了这个抗日战争结束了以后呢，中国的国力强了，特别是他辽沈战役打赢了，辽沈战役打赢了以后，他有放过国民党吗？没有。他当时本来说要隔江共治的，也没有。当时毛泽东讲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话：“宜将慎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他让你这个中国国民党，连这个片瓦这个所谓的就是说你要求生存的地方都没有。打到海南岛把你逼走，打到松山群岛把你逼走，我让你这个所谓的片瓦这个存亡的地方，片瓦不存呢，片瓦不存，对，全部都打。那我弟说他有趣在这说，他来打台湾呢，对我弱的时候我就和平，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是我强的时候我就把你吃干抹净，一口吞掉。那我觉得现在中国不就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台湾吗？所以你仔细对比一下，习近平跟川普说什么？我们要和平啊，隔着两例啊什么的。但他一旦他实力够的时候呢，他跟德国讲和平吗？当然不会啊。他跟现在法国跟英国讲和平吗？没有。我现在进来我就跟你倾销了，等到你的对付的时候，我再想办法，我再跟你讲和平嘛。所以这东西我们真的，为什么我讲说，国民党的高层很多人现在不懂国共斗争史啊，真的是非常惨烈的事情。对，你回头去看看你就晓得。我再建议大家看看这个当年老蒋总统写的《苏俄在中国》。
或者看现在比较新的叫九评共产党，两本挑一本看都可以。那远的不要说了，近的中共现在对我们搞了几次台海危机，搞什么这个战备警巡，然后战机天天，我们现在讲话是战机跟战舰可能就过来包围我们等等。那一天到晚在我们手机上打洗脑，打这个洗脑，打认知战，这些都是事实吧？都正在发生吧？那这样你觉得说他跟你讲的和平，你会相信？对，有点奇怪。是，我这样讲了，这个宝杰兄，如果今天你代表国民党，你去大陆开会，然后你见了习近平，你觉得习近平要给你到什么样的保证，你会相信他？我觉得他给我任何的保证，那我就是嘛，我都没有办法相信。那你觉得高市长要去，会相信他吗？当然不会。那菲律宾的小马可仕去，会相信他吗？那川普会相信他吗？如果大家都不相信说，而你去相信他，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跟中国人跟中共打交道，全部都是以实力为原则。对的，他们是唯物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是不讲感情的，他们是完全以实力为原则。所以你在没有实力的状况下，你跟他要用共同情感、共同的理念，我觉得那根本就缘木求鱼啊。所以我才不懂说为什么会这样说。当然，你去表达和平的愿望是可以，但是如果是我去的话，我说啊，我对和平有兴趣啊，咱们不要打仗。但是我有准备，我告诉你，我有多少国军，有什么样的装备，我有美国跟日本支持，我有什么等等等，然后我的雷达跟美国连线，我的武器跟美国买什么等等之类的，咱们来谈和平吧。我会这样讲话，而不是说啊，咱们要我很爱和平啊，所以咱们不要打仗。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上次打过比方呢？南宋跟金人去谈判的时候就讲出我要和平，我把岳飞也杀了，你还要怎么样嘛？你能谈和平吗？当然没有，他就让他更赶进。所以你才说的对嘛？实力是和平嘛？对，没有实力没什么和平好谈的。也就是中国从来没有一刻不想拿下台湾。中共没有一刻不想拿下台湾，可是他不能拿下台，不是不想拿下台湾，他是不能拿下台湾。对。那我觉得更有趣的是，他留下金门马祖也不是因为他要和平，他是要透过金门马祖两个东西把你绑在整个一个中国的框架里面。所以如果你不了解整个国共的那个内战，你还以为说他真的对你有善意，我觉得那个在对整个你去看国共的斗争史上面来讲，那真的是太浅薄了。当时金门炮战前后呢，毛泽东就讲过这话，后来当然公开了。他说：“我们拿金门马祖像两只手一样牵着蒋介石什么等等，然后呢，我们这样演场戏呢，把美国玩进来把美国包进来，太厉害了。这话，所以这个蒋中正也了然于胸，所以金门马祖我也不会放的，因为为什么？我现在跟美国是同盟的，那我怕美国出卖我。”但是呢，美国怕我拖他下水，我就是要拖他下水，这就是国际政治嘛，对不对？没有办法，国际政治是很残酷、很现实的。所以今天你说你去可不可以跟中国谈和平？可以，你有实力就去谈。你没有实力，没有美国的背后撑腰，你能去谈和平？对。所以有些话我真的我再说一次，读国共斗争史可能会有帮助。是。好，那现在这里面不断的去强调说啊，我可以和平啊。我只要所谓的坚持9·2共识，我只要反对台独，我把这两张牌丢出去了以后呢，我就可以和平了。那这个东西只有国民党可以做得到，所以国民党是2028的和平缔造者，你怎么看待？大家对那段两岸那段时间那8年的两岸关系呢，有很多的讨论。那8年真的是两岸的真正的和平呢？还是说中共的特洛伊木马的策略？这都有很多的争论。就马英九那8年，对，那8年，当然就那8年看见表面上一团和气，但是好像对我们也没有多少的这让步。马英九上台那天，他们就把诺鲁拔掉了吧？对不对？那然后就刷了个耳光说，台湾是不能进什么国际组织的什么等等，毫不客气啊。当时很多人也怀抱期望说633了什么等等，我说这都是很好的想法，但问题是靠着大陆就633吗？今天你回头去看，我们跟大陆关系最好那段时间，表面上看起来最和平那段时间，台湾经济是最坏的。但是我们跟大陆一冲突的时候，台湾经济反而变好。所以我们到底怎么去平衡这件事情，我觉得将来还有得谈的。但回到你刚刚讲的问题，是9·2共识跟一中各，跟这个反台独。我先讲反台独的部分。其实我上去谈过，
我说中共拿反台独这件事情呢，是当做这个国家战略在玩。我再说一次，这个国家战略呢，它对内、对台跟对国际3块。对内就是我讲反台的反台独，可以动员老百姓。哎，大家说有个目标呢，有个什么？所以他们讲说，我们每天就在仇恨当中过日子。早上醒来嘛恨美国，然后中午恨日本，然后下午恨南韩，然后什么在恨谁？晚上抽个时间要恨台独。我们每天就要恨当中过日子，一点都不错。中共本来讲得很清楚，我就是仇恨动员。仇恨动员比仁爱动员呢力量还来得大。这是心理学没办法。其实仇恨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仇恨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所以没办法。所以仇恨动员是有效的，所以他用仇恨进行内部动员。仇恨对付台湾呢，对不起，用台独呢对付台湾，就是台湾有人赞成台独，有人反对台独。好，我帮你大搞一场，那你们就为了统跟独在里面打得不可开交，所以最后呢。蓝的忘记红才是真正敌人，绿的忘记红才是真正敌人，所以蓝把绿当成敌人，绿把蓝当成敌人的时候呢，红就没事了，然后红才会远处操控。对，我把一些人渗透进来变成深蓝，把一些人渗透进来变成深绿，你们在里面呢痛打。所以深蓝呢，可能不是深蓝，它是深红；对，深绿不是深绿，它是深红。但是一个假扮成深蓝，一个把人假扮成深绿，两边对打，保证蓝绿不能合作。然后蓝绿这打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就忘记红了。对，我在外面操控。所以第一呢，你不能团结打我。所以你说现在台湾蓝绿对抗成这个样子，其实你觉得是有中国的手？中共的手是一直是有。从来没有少过，当年就这样搞国民党，今年是这样搞台湾，然后之前的是这样搞香港，对，建制派跟那个所谓的民主派。所以下次有空我们可以好好谈谈香港，因为他那个几乎是完全翻版，在台湾重走一遍。对，所以那时候他们讲说啊，是香港怎么样？我说他们一定有一个香港工委，叫香港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工委。对，香港工委最早是摆在新华社，后来就摆在那个中联办了。那现在一定有个台湾工委，是。现在台湾工委可能我猜摆在101大楼附近，我猜，对，我完全是猜的，他一定有个台湾工委。中共的统战手法，它的渗透的手法，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是，大家以为他是渗透蓝营，不是的。我很早讲，我说蓝绿白什么都渗透的。对。现在是不是这样？都抓出来了，然后绿营抓出来了，包括总统府的都有，都抓得很高的，所以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中共对于不好意思，共产党对人性的弱点比我们了解要深，然后用的弱点用到非常残酷，对，用到就是你无法自拔的地步。所以有多少白人也一样被共产党捏到手上玩？那我们用什么标准可以去做这个简单判断？还是说我们现在等于是四面楚歌，每个人都可能是？倒不能这样讲，这样讲话我们现在就要刚吓到回家了。应该这样说，我们得提高警觉，因为有的时候呢，我还这样相信一点哈，对共产党很厉害。你看当初共产主义全盛的时候，在全世界统治了将近1半的人口，今天呢大幅消退，为什么？因为跟人性相抵触。中国的情况一样，两岸的情况也是一样，它跟人性相抵触的。我碰过不少中共的高官，他们对共产党、共产主义是不是颇有微词，是坚决反对。那我说你为什么要留在里面？他第一，我现在没办法，我还挣钱；第二，就是说不定我可以在里面尽份力量，最后把它结束掉。我听到是共产党高官这样跟我讲话，他结束共产党跟共产主义。他说，台湾这种两党，他那时候是两党，好像两党竞争蛮好的。你做得好就让他们做，然后底下有反对党监督你，做得不好反对党上来，然后再轮替下来，他这样也蛮好的。我最初不敢接话，因为那时候我人在大陆，我不敢接话，我怕都讲得太高兴了，一把把我抓进去，就回不来了，就抓到情人监狱去了。所以我就这样听，然后就笑一笑。我听了几十分钟，我说，哎，他是真的，认真的，他认真的，我就认真跟他讲了。然后我问他说，他是省部级高官嘛，我就问他说，哎，这个请问一下。那你这种层级人有你的想法有多少？他不多，10个里面3、4个，10个有3、4个。省部级高官，认为台湾的民主制度比较好于他们的一党专政。省部级高官10个里面有3、4个有这样的想法。那最好的例子是赵紫阳，赵紫阳在台上的时候当然不能说，是倒台了之后被软禁了10几年，最后呢就把真话说出来了。
台湾的制度比较好。对，将来这世界呢，走美国的道路可能比较好。台湾跟美国比较好，好于共产主义。好，那我们就看到现在。这里面不再强调所谓的9·2共识，其实9·2共识讲白了，它就是一中各表，可是现在也没有各表空间，它其实就是一中。那一中，我觉得它为什么要？我觉得那也是中国的叙事。是，它现在一定要对全世界来讲，要把两岸框架在一个中国的框架，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蔡英文坚持反对。我绝对不把一中框架框在了两岸之间。那因为一中的框架框在两岸之间，那两岸就是国内事务。如果两岸是国内事务的话，那如果未来发生冲突的话，国务卿就没有所谓的介入的空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要去强调台湾地位未定论，就是现在两边在拔河。拔河什么事？一个是两岸如果一旦有冲突，中国要把它定位成一个中国，那外国就没有介入空间。可是美国要去把它界定成台湾地位未定论，我要让国外有一个介入空间。那现在国民党不断的去强调所谓的9·2共识，所谓的一中各表，现在没有一表了，就是一中。一中就是完全配合中国的叙事，就是两岸同属一中。如果同属一中，那就是国内事务；如果是国内事务的话，真的有一天真的打仗的话，台湾就要单独去面对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攻击，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最不利的状况。对，所以就像你说的嘛，美国并不接受中共一中原则，美国自己说我有我的一中政策，我的一中政策包含3大部分，第一是跟你的3个公报，第二是我对台湾的立场保证，第三我还有个台湾关系法，所以这个是我美国的国内法，我照这个来走，那么你玩你的，我玩我的，这也呼应我刚刚讲，我说。中共拿台湾当牌去打美国，美国现在拿台湾当牌去挽回中共。我先讲回刚才讲说9·2共识一中各表，你说很有道理。9·2共识的核心就在一中各表。原来一中各表就是说我讲中华民国，你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我们各表。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各表呢，就在我们两个当中讲的话，你觉得意义大吗？没有。那我跟你讲，我是中华民国，你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两个人这样讲来讲去没什么意义。这个话在什么地方讲才有意义呢？在国际场合讲才有意义啊。就像南北韩，就像东西德。对，就像当初我说这话要到联合国去讲才有意义。就是我们在联合国讲一中各表，那大家看见哦，两个一中各表这样有意义。但在两岸当中讲的话，那时候就走不出去了。那如果走到国际上，大家都认为这一中就中共了，那我们算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这样说就是，如果到这种情况一中各表，那是各说各话，那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现在，而且国民党高层的时候还讲说，全世界都讲一中原则。我说不是，我搞错了。你仔细看看，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讲一中原则，除了中共之外讲一中原则之外，其他是小国家讲一中原则。所有的国家它清楚国际法都这样一中政策。就我有我的一中政策，因为原则是比较不能动，政策是可以动的。所以每个国家都说我没有一种原则，我只有一种政策。那么今天当然很多蓝营的朋友对于赖总统不满意啊，说你是民进党的总统，所以我不承认你。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按照宪法选出来的民进党总统，蓝营或白营不接受的话，那将来按照宪法选出来蓝营总统，绿营也不接受，那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真的是民主政治的话，那大家照规矩玩呢，玩到公平，除非他做票。那玩到公平的话，你必须接受他。所以我再回来讲，我说一中各表呢，不是大家自己讲，或者这个两岸之间讲，他必须到国际上去讲，那才有意义。这是一中各表的这个部分。那反台独部分我们等会再说吧。那我这里有提到说，我只要反台独，我只要9·2共识，我台海就会安全了，就不会有战争了，我就会有和平了。就这么简单吗？我常常讲过一个很夸张的比方，你说没有台独，两岸就和平了。那用一个最激烈的办法让两岸没有台独，把台湾并进大陆去，把台湾并进大陆去，台湾并进大陆就没有台独了，两岸就和平了。世界更和平吗？没有。那台湾会更好吗？当然不会。那对嘛？那所以这是最激烈的办法。而且你讲过一个，我觉得在舆论上引起很大的，而且很多人解释，你说如果真的台湾并向中国，要打台湾的，可不就是美国了？是绝对的，对，绝对的。因为如果等一下我们对我这个你上提醒我，今年这个 Compute Tax 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等一下有时间我们来谈谈这个事儿，因为这个刚好能够去补强。所以刚刚讲到反台独，
民主社会里面，我们过去讲，我民主社会里面当然什么都可以讲，你可以讲台独，可以讲统一，你可以讲反台独，可以讲反统一，只要你在法律范围内讲，你不用暴力行动，这是可接受的，这是因为这是言论自由。就像美国很多国家也都有人在讲这个独立啊，你去夏威夷就知道嘛。夏威夷那个首府前面每一天都有几个人站在那里，我要独立，我要独立。我去年去，我们看就这4个人，今年去你们也这4个人，他当然可以讲，为什么法律范围允许他，然后他只要不用暴力的方式是可以的。中华民国的民主化走到这一步之后，我们也是这样嘛。所以我们要统一要台独可以啊，我们有这个宪法，有选罢法，有公投法，你用哪一种民主的手段都可以达到最后你的这个结果。你为什么要拉共产党来反台独？你没有必要，对不对？你在国内用民主的方法就可以反台独了，你要去拉共产党，大家觉得说其心不纯，对，一定是这样，对，大家会怀疑你，那你这样子被大家怀疑，不要说你到国际上，他怀疑说你为什么这样说话？对，你为什么这样说话？因为对我们美国人来说，我看到了这个北爱尔兰的公投，北爱尔兰公投没有过，但是呢，它还是进行式，下次可以再来，为什么？只要有民主程序就可以了。那这个你说西班牙的这个加泰隆尼亚也干过这事儿，加拿大的魁北克公投好几次啊，对，那最后没有通过，然后最后大家在我们那时候电视上看，他们是半夜点的蜡烛，含着眼泪说魁北克你不要走啊，你留在这里面。魁北克很感动说我还是想走，然后最后投票50.6比49.4吧，没有通过。那后来怎么办呢？因为加拿大觉得说这样很危险，就是后来最高法院做了判决说这样子，魁北克可以讲独立，但是呢，当魁北克认真在讲要独立的时候，加拿大政府呢必须认真去磋商。你们觉得这样好不好？就魁北克、加拿大都同意了，就可以讨论。对，这是什么？这叫民主程序。也就是说，我们用民主可以解决统独问题的话，为什么要找共产党来？对。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你可以搞统一公投啊，是，你可以去反，你可以搞独立公投啊。对啊，那时候因为很多年前就有民进党朋友就讲过啊，我们搞独立公投。当时我们几个很国民党人在那，有人就很生气说你们这个什么？哎，我等等，我想通了。我说，那你的 default 是什么？也就是如果这个台独公投不过的话，那怎么办呢？他说：“那就维持现状。”我说：“对嘛，那就对了。那你生气什么？”那就是反台独公投。对嘛？那你生气什么？不用生气嘛，就试试看嘛。对，我们既然民主化，你就必须接受民主过程产生的结果。是啊，你说选的总统不好，那我们自己选出来了，什么办法？不好意思啊，那我们选这总统，很多人都不满意啊。今天选了这个总统，这边人不满意。对，今天选了这个总统，这边人不满意，那怎么办？民主政治嘛。大家不满意，大家都不满意，受，但是大家必须有一个游戏规则，这就是民主政治好处。那如果是共产党呢？你不接受，那我杀了你嘛，就这么简单嘛。所以我讲来讲去，我不是说民主绝对好，但民主比共产党或民主比集权，它有绝大的好处。各位宝洁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娟说：“支持宝洁及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8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
Karen 说感谢宝杰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为20110，他说他看了郑习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吗？对于郑丽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在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